拒绝，老子才不在乎钱。I got drunk。只敢堕落再一次，把推力发挥极致，我们经得起几次城市。与其被牵制下肢，反目成仇的生活若无其事。背叛自己的意志，苦笑着替你解释，他无故介入这个事实。我有妒忌的体质，却把原谅的权利当作恩赐。到此为止，各有各的天地，依然相互凌迟，我们就是最好的例子。到此为止，别离的歌早已哼在嘴边，是你为我题词。我有妒忌的体质，却把原谅的权利当作恩赐。到此为止，各有各的天地，依然相互凌迟，我们就是最好的例子。到此为止，别离的歌早已哼在嘴边，是你为我题词。
闭上眼睛就可以不伤心，能不能脱下面具还可以狠狠心。如果不是遇见你，我不可能相信生命有一种一定要爱下去。爱可以相知相依，相依为命，情心天有命。爱可以心有灵犀，动魄惊心，却难以抗拒流星的宿命。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命，不要清醒，还有梦能紧紧抱着你。爱写出我的诗经，算不出我的命运。你给我的命，下一辈子再还你。如果能如影随形，谁愿意一孤行？如果能变成蚂蚁，我愿意趋近于零。冥冥中明明是你，明明还不死心。生命是一种谜语，因为你而眩晕。深信不疑，不能没有定义。最舍得情非得已，身不由己，当物转星移，惊喜是何夕？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迷，不要清醒，还有能紧紧抱着你。爱写出我的诗经，算不出我的命运。你给我的命，下一辈子再还你。在客厅空调风力调大。需要我怎样操作空调？客厅空调风力调大。风速已经调高了。星星一直都在这一片云海，等着太阳疲倦之后离开。我也一直待在这模糊地带，等着你疲倦了回来。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被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
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是太快，要爱得痛快，宁愿受伤，也不想要空白。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要在偏苦里徘徊。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曾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要在孤独里徘徊。谢谢全全。多年以后，你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你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
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儿去了？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打开保护你的降落伞，也突然间明白未来的路不平坦，难道说这改变是必然？多年以后你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着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儿去了？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打开保护你的降落伞，也突然间未来明白的路不平坦，难道说这改变是必然？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燃烧着，但你的心告诉我，你的心依然燃烧着。回忆还是温热的，但承诺已经冷却了。我的天真在泪水里沉沦，孤独它让我无法负荷，不用假装还爱着，舍不得已经放开了。我的天真早已碎成遍地的忐忑，稀释了所有颜色。这次我真的痛了，真的彻底醒了。我试着洒
托，换来的只是伤痕。我爱到痛了，你却留下我一个人，埋葬我的天真。说些什么？当快乐已经掏空了，我的天真早就碎成遍地的忐忑，努力拼凑着，却再也无法完整。我真的痛了，真的彻底醒了。我试着洒脱，换来的只是伤痕。我爱到痛了，你却留下我一个人，埋葬我的天真。累了。没有梦是好的，别再说爱我，你给的全是回合。我爱到痛了，你却留下我一个人，埋葬我的天真。谢谢全站，谢谢小张，是这就别以后我们会怎么样？一定要好好的。第一次你陪我坐着，我的手心是空空的。我知道那些简讯你怒唱着，害怕我难过。不追问到底为什么，是我最后的温柔，想笑着附和说分开是好的，但我们却怎么一起哭了。我舍不得，可是时间回不去了，爱你很值得，只是该停了。没有我你要好好的，我舍不得。最后一次抱紧你了，我们错过的，错了就错了，不用担心我不爱你了。不能走这儿就停了，不是我想要的。不追问到底为什么，是我最后的温柔，
傻笑着附和说分开是好的，等我们却怎么一起哭了？我舍不得，可是时间回不去了。爱你很值得，只是该停了。没有我，你要好好的，我舍不得。最后一次抱紧你了，我们错过的，错了就错了，不用担心我。我不爱你了，只剩的记忆里的我是微笑的。亲爱的，有你牵着我的那些日子，真的好快乐，我舍不得。宣志，可是时间回不去了，一定要好好的。爱你很值得，只是该停了。没有我，你要好好的，我舍不得。最后一次抱紧你了，我们错过的，错了就错了，不用担心我走了。在我最深处有过你祝福，有花般的飞舞，泪水的凝固，轻抚一路上成长的纹路，在默读那些爱的仓促，犹豫的脚步，坚持的算出，可是我很清楚，别在乎付出，肩负内心最柔软的感触，回忆的泥土，让生命有厚度，让明天把今天给记住，不是因为孤独，因为我们追求的
的专注，不管它起起伏伏，让今天把明天变特殊，未必因为幸福，因为我们努力不服输，从来不曾退出。回头不可数，被误解的路，现在我弄清楚，那让我成熟，肩负内心最柔软的感触，长成了大树，让生命有高度，让明天把今天给记住，不是因为孤独，因为我们追求的专注，不管它起起伏伏，让今天把明天变特殊，未必因为幸福，因为我们努力不服输，尽管失误，让明天的记忆不模糊，不是因为孤独，因为我们执着的态度，不管它起起伏伏，让今天把明天的特殊，未必因为满足，因为我们过得不含糊，从来不曾退出。牵手不一定需要理由，说爱我也可以是朋友，也仅能让人舒压解愁，没有谁要为爱堕落。拥抱是礼貌性的问候，吻过我都要怪罪寂寞，爱上我是你一时冲动，那些情话不算承诺。你用一夜世界解释几年的错，我把这领悟当成无心之过。相爱是通往幸福入口，不是让人成为怨偶。我用一夜誓言悼念几年的错，你把这荒唐当成无心之过。相爱不是为天长地久，而是美丽的邂逅。礼貌是礼貌性的问候，吻过我都要怪罪寂寞。爱上我是你一时冲动，那些情话不算
承诺。你用一眼世界解释几年的错，我把这领悟当成无心之过。相爱是通往幸福入口，不是让人成为怨偶。我用一眼时间悼念几年的错，我把这荒唐当成无心之过。相爱不是为天长地久，而是美丽的邂逅。这也可以。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长着一扇门，我朦胧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的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昏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声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
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旧人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一声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他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长吻，常让我想啊想出神。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时候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下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待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到的一片天，是男儿的一片天。曾经的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不知道天多高，不知道海多远，又发誓要带着你远走到海角天边。不负责任的誓言，年少轻狂的我，在黑暗中迷失，才发现自己的脆弱。看着你哭红的眼睛，想着远离的家门，满天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滴光温暖孩子的心。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天其实并不高，海其实也不远，人心其实比天高，比海更遥远。学会骗人的谎言，追求名利的我，在现实中迷失了，才发现自己的脆弱。看着你含泪的离去，想着茫茫的前程，满天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了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多年以后，一场大雨惊醒沉睡的我，黑夜认真迷醉的
霓虹都不再闪烁。天边有颗模糊的星星，灯都探出了头，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在等候。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没有鼻子不舒服，是耳朵不舒服，耳朵就是堵了。就是我现在就是因为唱歌它需要耳返嘛，耳返如果说你听不到这个自己的声音的话，你就不确定自己音准，然后现在有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就是这个耳朵堵住了，就是有点发炎还是怎么。輕笑聲，在為我送溫暖，你為我注入快樂強電。輕說聲，脸怎么红？过敏了，是有点不舒服。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飘去无踪影。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如今早已成过去。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底，创伤早已无痕迹。虽然过去你曾对我表示过真心意，也曾对你许下诺言，今生我永不移。为何你一去无踪信，撕碎我的心。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如今早已成过去。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底，创伤早已无痕迹。漫長路快要走過，終於找到明媚晴天，星星呼。躍起，像紅日發放金箭。
为啥脸这么红？过敏了。因为我昨天没洗脸，我一天不洗脸，然后我的脸就会过敏。就有的时候可能你不想洗个脸，然后你头皮也过敏，然后脸也过敏。因为有的时候不出门嘛，出门我就不想洗脸。我就觉得我好像不能偷懒儿。罗二也在直播，播呗。屠龙走了，戴耳机，戴耳机也会导致耳朵不舒服。调一下这个滤镜，美化滤镜，滤镜在这儿。啊，这样就不红了，调一下就好了。但是这样有点黑。蓉儿也在广东，他现在不在广东吧？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他前一段时间不是跟那个，跟那个一个天津的朋友在直播。刚直播说的啊。我俩都在广州，没时间碰。彼此都有自己的生活，就没有办法，就是天天，而且我觉得我很少去找他玩吧，因为我觉得俩人演 CP，然后再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对吧？在一起那个出去玩就好奇怪那种感觉，我不太 OK，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合作，这演戏就可能生活当中就不太会，就在一起玩，就生活当中在一起玩可能就破坏那种，对吧？不知道，反正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俩混在一起就很奇怪。谢谢李少来的礼物。现在是中午了，本来我们今天起床的时候就想去那个广西了。我们昨天看那个，看那个就是那个抖音一个 vlog，然后那个有台风，
最近有台风，然后我们就想去广西去吃粉去了。今天早上4、5点钟，我俩就想出发了，后来因为那个睡眠不是特别够，就没去。但我觉得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出发了，就去广西南宁，就吃一下那个老友粉，去吃一下那个夜市，南宁的那个什么夜市，我之前去过一回。中山路，哎，对对对对，中山路。我又回广东了，我一直在广东，嗯，就中山路吧，比较老牌的，在那个比较中心的位置的那个，我去过一回，改造了，你改造了就，我觉得这种东西你就不要改造，你要改造了就太卫生了，就不好吃了。就是改造完之后，你都会觉得说这个味道就不像之前了，然后那个店铺也失去之前的那种感觉了，它都变得统一化了，就不太好。大成龙是啥意思？商业街我不喜欢商业街，特别不喜欢商业街。我看看，广西的东西其实我们，就广东的东西，其实我们有点吃够了。如果我们要去广西的话，就是往这边，就是往往南走了，嗯，就往南走。我们不想往南走，我们想往北上，嗯，福州、南昌、长沙、武汉，嗯，他应该会答应粉丝的，我无所谓啊，我真合唱无所谓。因为我们马上要去北京嘛，长沙，然后长沙那个吃的又特别辣，所以就下一步什么时候拍？下一步不拍了，我们不拍了，我们想做那个综艺来的，演戏没有合适的演员，因为我也在南宁啊，你们都不喜欢来武汉吗？武汉吃的一般，就是武汉有什么吃的？你们告诉我。啊，我知道的有什么那个什么豆皮儿，还有那个小龙虾，还有反正就那些玩意儿，热干面什么的。武汉鸭脖，什么东西？潮汕啊去，对，有暴躁的出租车司机也是的，夜景很美。那你们真的没有来过深圳，深圳的夜景很美，你有机会可以来深圳大城市的夜景，真的很美。但我们的路线可能一定会经过武汉或者南昌，或者说长沙，
因为我们是往上走，这个路线就是这样。我们没去过的就是福州，一直都没去过。福州没去过，但福州有点绕远，可能我们第一站还是得去长沙。南宁，我现在比较想去的城市啊，是那个昆明，因为我想在那边看看，在那边定居，所以想去看看那边气候到底怎么样。就传说当中，哎呀，云南的气候就特别特别宜人，我也没去过，我也不知道就是对，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不是传说当中的那种就是那冬暖夏凉，对，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就一直都想去，然后还想去那个，如果一定想去的话，想去沈阳，想去沈阳。对，四季如春，咱也不知道，里边穿短袖温差比较大呀，就是不装空调就说那个云南说那个不湿干燥是吧？就是比较友好，是这个意思是吧？就空气很干燥，不潮湿，嗯，早晚不穿外套很冷，那也行，不冷不热的，但是它是平均温度还行，就是比如说它那个确实不潮湿那可以去一下。我觉得我现在就想去，最想去的就俩城市，一个是沈阳，一个是云南。沈阳我们为什么想去呢？沈阳想去体验一下那个洗浴中心嘛，不是说那个400-500块钱，然后一位，然后里边自助餐特别好，然后吃喝玩乐什么的，一直都想去，也没去，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兴趣了。村里村里，去村里就得有车，是不是？就是去云南一定要开车，是不是？去云南一定得开车，是吧？嗯，贵阳也没去过，现在没去过的贵阳、西宁、兰州、银川这都没去过，拉萨和新疆都没去。拉萨和乌鲁木齐，然后剩下都去过，然后还想带那个二把刀去那个回来，等那个就是那个泰国，就是泼水节过了之后，我们等那个人少的时候，我们想去一趟泰国，他没出过国他没出过国，西北没去，西北觉得吃的东西也不太合口味，我们想去泰国，能做到不打旅客。马来西亚也挺好的，马来西亚感觉马来西亚发展好吗？就马来西亚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就那么回事儿吧。我觉得好像，因为我们一直都没去过那种，对我也说嘛，不喜欢吵吵闹闹的地方，很早就不喜欢了。很早我就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旅游胜地然后你比如说泼水节，我们从来
不我也没去过泰国，其实我没去过泰国，然后也没有去泼水节过。我觉得泼水节好乱啊，我是会觉得泼水节很乱，然后路上有很多同性恋，然后很多同性恋互相看来看去，会让我心里非常毛了，就是我会觉得，泼水节会让我这种人一下就变成社恐的人，没没去过泰国，不敢去，这很奇怪。胖岛想去吗？他也不喜欢人多。你像我这么社牛的人，我其实被那种眼光注视，我其实都有点害怕。一定走入大自然。我们想去山里住，然后去那种山里，然后在高空上有一个，就是在山里，然后就是举架很高的那种，就是山上，然后会盖那种玻璃房，然后赶上下雨天，然后就在那玻璃房里边听雨声，我觉得这个就很开心。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你周围是全都是山野，都是那种树林，都是那种那个负氧离子，然后又赶上一个下雨天，我觉得那种就很棒。因为我曾经住过一次，我就觉得那个其实当时是不是说跟自己喜欢的人去的，现在就想着跟自己喜欢的人去，然后就可以在那里边就是吃农家菜啊，然后对啊，在高空里 make love 啊，然后对喜欢雪山了。我没去过雪山，因为我不喜欢，我怕冷，我不喜欢冷，嗯我不喜欢冷的地儿。然后我跟二把刀又不太会，我跟二把刀都不太会那个，就是游泳，我们也不太会去那种，就是那个马尔代夫那种，就是什么全是水的那种，两个人会大眼瞪小眼。不会啊，我跟二把刀起码在这一起，现在快7个月了吧，我俩每天都是有话说呀。就是我俩现在作息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俩如果说是我醒了之后，我会期待着他赶紧睡醒，然后跟他说话；如果他睡醒了，他也会期待我起来跟他说话。就是就也什么都说，然后就什么都就嘻嘻哈哈的，就不太会那种什么大眼瞪小眼儿。非常震撼，怕冷，主要是怕冷。我不太喜欢那种什么感觉，就是我就是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有钱的旅游的人，然后他们就去什么冰岛啊，去什么嗯，就是很北的这个地球的那个北边，嗯，就我会觉得说太累了，就是你让我去那么一个目的地，呃，那么折腾去一个那么远的目的地，然后交通也不方便，可能网络也不方便，然后吃穿住都不方便，我不太喜欢。就是特别是在异国他乡，你没有安全感。如果说要是在中国的话，我可以很放心，就哪怕住山里，我觉得很放心，就很放心。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旅游的话，我们就想去中国周边，包括泰国，其实我们也不敢去，因为泰国现在我觉得也比较不安全，你们懂吗？
我觉得像泰国有点不安全，就是可能会有1%的几率可能会，啊、对，其实像泰国也不太安全，百分之几的几率可能会，对吧？什么云南我们还蛮想去的，特别是什么西双版纳，我听说西双版纳就特别园林特别好，啊、就是说园林特别好，然后就一直都想去西双版纳。泰国一点钟，我俩也不去酒吧，我觉得你让我俩去酒吧的话，这还不如在家看电视呢。他本身他又不喝酒，就我们其实早就想做那种旅游类的节目，然后想让他去跟粉丝进行互动啊，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社恐的人，嗯，因为我其实曾经就很像他嘛，因为我俩的家庭其实都不算是特别有钱的家庭，甚至会可能在上学的时候，我们是属于班里数一数二的那种穷人家的孩子，所以我们的教育方式都是说，哎，你在外边别被骗了呀，然后别乱花钱呢。我们从小教育的方式是这样的，所以就导致了他其实对人的防范心很重，他比我的对别人的防范心要重。我是因为可能出社会比较早，然后在这个社会里飘来飘去，可能就是我有一定生活阅历，但他没有。他其实就防范所有人，所以我们在外边儿基本上不会去人多的地方，也不会跟别人打交道的那种。所以你们可能未来我们可能要去那个每个城市去见见粉丝，然后跟粉丝一起吃饭，你们就知道二把刀其实有多社恐啊。他是一个社恐到，然后我每次带他出去，他就是吃东西，他不说话的。他是一个不主动社交的人。我也担心他见粉丝他放不开。追求安安静静的真实的自己。粉丝主动他也不会说，粉丝主动他是在那笑吧。而且就是他面对陌生人，就二把刀其实面对陌生人是很凶的，就是他跟我是完全相反的，我是面对陌生人我会呃和善，表示友好，然后他是面对陌生人他会武装自己，他会嗯会甚至会打别人的那种，他很凶，好想主动调戏到，他可能会骂你，嗯，他是一个非常，他可能会骂，甚至会揍你。你要是对他有一点点那种轻佻的那种行为，他会揍你。跟个人现在连线了，有啥脸的呀？大妈也太夸张了。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我跟他出去经历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发现他就是这样，特别是面对一些就是比较夸张的人，你叨叨握手，你跟他拍照就好了。我觉得他很讨厌肢体接触吧，他是就比如说别人跟他握手，他会非常不适应，但是你要比如说哎那个叨叨很喜欢你，一起拍个照片吧，可以，就握手会很
很奇怪吧？你跟偶像握手，这好奇怪呀、对，讨厌肢体接触，他打了一拳的是冷冷，亨利，就是害张斌死的那个人。看他直播完全看不出来，直播是直播呀。那看我直播，我也是比较凶的人，那我线下一点都不凶。每个人在直播上呈现的状态不一样啊。你要知道，就是说人是有两面性，线上线下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对吧？你跟你这段感情和上一段感情，你的角色也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你们看二把刀的那个评论区，是他经常骂人。他为什么骂人啊？因为有的人可能就觉得那是一个玩笑，然后会有一点冒失，有一点点失分寸。他在直播间里会骂，就是他会在那个评论区里会回怼。我们的性格可能都又不一样又一样，就是我能懂他的点。我的妈呀！我的妈呀！那怎么办？还想牵着他挽手逛街呢？你什么？这叫耳朵先生，撒泼尿照着自己，你还想挽着他的手？什么东西？我感觉他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人，就是有点找不到自己位置啊。什么货色呀！吃醋了，这叫什么吃醋啊？我问你，什么叫吃醋啊？吃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可能跟你差不多，然后甚至比你优秀，然后你会吃别人醋，你这个算什么吃醋呢？这个就说白了就是，对你这其实就是没礼貌、没情商，或者说没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对，有些人吧，这叫吃醋吗？这我俩叙旧，我俩不叙旧了，我有啥叙旧的呀？很尴尬的，我俩。说一个，就是我们都是演 CP，然后一直演戏的。其实我们线下聊天的话，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尴尬。可能喝了酒可能会聊聊天，现在聊什么呀？就是聊过去那些拍摄的事儿，然后他又是一个比较小心谨慎的人，对，他很多东西他又不想去谈论别人，那谈论自己他也不想，就是他是一个说话比较小心谨慎的人，所以我俩连线就很尬，不知道聊什么呀。你从他的直播上你就能感受到，其实他
他对他不像我什么都敢聊，他不敢聊，能聊啥呀？我俩你聊天不就得有一个东西？老熟人了，我俩也没到老熟人，就是有的人，你就像为什么综艺节目会请那个什么大张伟啊，会请那个什么瞿颖啊，然后会请那些那个就是什么沈凌啊，就是请那个反正一些比较活跃的人，因为他们就是敢聊啊，对吧？那为什么不会请什么那个？为什么不会请那个韩寒呢？为什么不会请那个什么肖战呢？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善谈的，不能聊去那么多话题嘛，他们不敢去打开这个话题，说话是很小心谨慎的。对，那有些话题聊他不敢聊，嗯，我们其实我觉得连线聊的就是八卦呀，两个人一起聊聊八卦，但他应该不太敢聊。我现在就在看赤道，原来新加坡在赤道上，那新加坡很热呀，哇，新加坡不去，现在消费很高，说是开不好几天了，他也不跟他聊，不知道聊啥。他，我觉得就是让他做自己嘛，嗯，就他现在挺好，嗯，新加坡据说消费很高的，而且新加坡玩什么呀？我们现在没啥钱，在国内玩一玩得了。国内其实有好多东西好玩的，而且国内多方便呢，物价又低，然后还有那个可以见见粉丝聊聊天儿，挺好。我上一次不是去日本吗？我觉得日本东西就特别难吃，日本只有日料我吃得惯，然后其他东西都特别难吃，拉面还有那种饭呢都特别特别难吃。你们去日本可能会吃个新鲜，但是你们要在日本待时间久了，你会发现日本扔个垃圾也不方便，然后吃东西也不合自己的口味，然后自己吃一餐饭又很贵，呃，很不方便。我觉得日本我待了6天，到最后2天就待不住了，都已经，嗯，日本只适合出去玩。我挺想带二把刀去日本的，但是二把刀现在没工作，也没有固定的那个收入，没有流水，所以他办日本签证应该很困难。嗯，现在日本签证其实没有那么好办了，就是可能要核实自己的资产啊，然后流水啊，好像要固定资产多少多少钱，然后半年内的流水，还有嗯，就会比较麻烦，所以他现在去哪个国家都去不了，他现在只能那个去那种免签国家，嗯，对，很麻烦的，
所以现在他签证都办不下来，包括其实那个什么，我们这个车当时买的时候，就是买的这个车的时候，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其实我当下就是说，就想给二把刀的写他名的，但是写他名就得用他的贷款，然后他又贷不下款，所以当时就没写他名。对，贷不下款。想给他买一些东西买不了。Love you, I love me。对人还挺好，有啥好不好的呀？那玩意儿写你名了，你就得贷款，那你自己想去呗，那这个有利有弊嘛，对吧？你不可能什么事儿你都就，因为那个我那个在大结局的时候，不是给那个小大夫不是买了一个房子嘛，然后评论区里就在说那个，嗯，就说什么啊，这不就是付个首付吗？而且那个房子还在下那个赔钱在跌之类的，完就会有这样的评论。其实这个东西哪有就是说磕你皮眼子灌钱，就是怎么可能就是你就是百害无一利，不是百利无一害呢？就是你怎么可能人生你一点都不亏呢？你怎么可能对吧？对呀、都是两面的事儿嘛。可你屁眼子灌钱了，这我们东北话，怎么可能啥好事都归你了呢？对吧？这个很现实的呀，这个听不懂。对，有的人说那个惠州房子很便宜，首付也没多少钱。确实是没多少钱。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就是一个首付也就几万块钱，但你想想，你谈恋爱的话，有没有人给你花几万块钱？而且是在分手的时候，人愿意给你花几万块钱。咱们就是有些人吧，就是说的话，就是哎呀，就是咋说呢？就有的人他咋说呢？出发点是好的，那玩意儿你还不起，你还不起，那人家还能就是能咋的呀？对吧？那你还不起，那你能赖谁呀？你自己不努力呀？比登天还难，不诋毁也不错。我觉得，我就是也不是说那个这有什么不能去聊的？我觉得，包括评论区里边，就是会有一些恶评，就是说，哎啊，原来他送了他一个房子呀，怪不得和平分手之类的，怪不得这俩人和平分手呢。嗯，就是怪不得这俩人和平分手。嗯，抖音到处吃喝玩乐的人真的很有钱，到处吃喝玩乐的人真的很有钱吗？只是我觉得，到处吃喝玩乐的人，肯定是有人给他花钱，但这个钱是不是他自己的我不知道。就是吃喝玩乐肯定是需要钱的，
但是这个钱是不是他自己的，我觉得这个难说。因为我也被别人追求过，我也知道，就是别人在追你的时候对你好，然后会给你付出一些钱呐、或者物质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都能理解，因为每个人处的阶段不一样，很多人可能就是现在此刻正在享有这个美好的待遇嘛，对吧？就是他可能就是对啊，但这个钱是不是？我觉得真正有钱的人，其实生活是蛮简单、蛮节省的，而且，就是劳逸结合，不可能一直在玩儿。真正就是我觉得真正有钱的人，可能都是自己的钱，然后玩一段时间得工作呀，你不可能就是一直在玩儿。有一些就是网红，你看他们一直都没有什么正经事儿在做，然后天天有钱花，其实就是他们有人在对他好而已。但你要说他真的有钱，我觉得这钱可能不是他的。据我所知，你看我身边，你比如说龙二也好，我也好，我们不算是有钱人，但是大家其实看在眼里，我们都在做事情。他在做他的淘宝，我在做我的网剧。我们忙的时候、累的时候，真的是很忙很累的。所以这个大家有目共睹的，对吧？那你这个东西你骗不了人。但有一些人你从来没见过他工作，但是他有钱，从来也没，他也没有个正经职业，然后他也不干自媒体，你说他钱哪儿来的呀？这个东西还用去剖析吗？这剖析挺简单的。Love you, I love me，从不曾怀疑。反正我们都年轻过。有人爱这件事情，其实确实是，有人爱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是某一个阶段你有的一些福利，但会持续很久吗？我觉得不一定，除非你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的生活是稳定的状态的话，其实应该没有人会爱你。我觉得大家，特别是爱别人的人，会有一种使命感，会有一种付出的这种信念。我要保护他，我要去，就是为他做点什么。如果你是一个生活条件比较优渥的一个状态，然后是一个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人的话，我觉得你生活当中应该没有人会对你付出什么，因为他没机会没机会。你本身你就很有钱了，我在你面前为你花那点钱也不算什么，所以就是大家没有机会。不是你是单身，然后你很缺爱，然后你没地方住了，这个时候有人突然给你，我爱的人，我要去给他租个房子，对吧？你本身你比如说像我现在好像就是想买个别墅，想买个独栋的1000万的别墅，这个时候有几个人能帮我呢？因为他也没有别墅，对吧？有几个人说我有一个别墅了，我给你一个，那对啊，就是这个很难嘛，对吧？但你要说就是你缺个房，就是缺个租房的钱，然后缺一个那个吃饭的地方，缺一个住的地方，
然后缺一个工作，这些很多人都能解决，啊，啊，对吧？太难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想在比较方便的地方买一个独栋别墅。我我现在不想在郊区买独栋别墅，我想在就生活比较便利的地方买个独栋别墅，而且是真正的独栋别墅。想买一个就是周围没有什么邻居，然后可以在别墅里边养鸡，甚至养一只小牛，养一只马的那种大独栋别墅。对，是因为你买那种小的那个独栋别墅，可能周围的邻居可能会觉得说，哎，你家那个鸡总叫，就你家鸡没事就打鸣之类的，然后就是会吵到邻居。因为有的独栋其实是很小的面积的那种别墅啊，那你要是就是那种就是对，它别墅挨着别墅的那种，它其实院子很小的，那鸡打鸣就穿透力很强。包括你家如果说养一只马的话，那马粪味儿可能会，对呀、联排别墅确实一般般，是联排别墅就联排别墅可能会，就是联排别墅是有的人可能是喜欢在市中心买别墅，但市中心一般都买不到独栋，就是那种大独栋，市中心基本上买不到大独栋。但市中心也就是买个联排别墅，因为它生活比较方便，周围有大商场，然后地段也比较好啊。一般的城市里的市中心的那个别墅一般都是联排，连那种连那种就是那个这个就叫边位的那种都没有，就是只能买联排。所以就是我想买的那种别墅，可能你院子里的面积要很大，对，那个院子里的面积很大，然后周围可能就算有邻居，周围的邻居可能也没离那么近嘛。我觉得院子起码得有1000平方，我觉得算是对，才是我心里的那个独栋别墅，得1000平方吧。然后院子里可以种点果树啊，种点种点那个什么农作物啊。1000平方不算很夸张啊，正常的1000平，1000平不算什么，就就你起码就是种点什么小菜儿啊，因为你知道住别墅其实是非常非常闲暇的一个状态了，就是每天你不种点菜什么的，你时间怎么过得去啊？然后你在院子里再挖个鱼池，然后喂喂鱼啊，然后再弄一个羊棚或者马棚，养一只那个矮脚的那个小马，或者说养一只小的那种小水牛，哎，小黄牛之类的，或者是养一只小羊，啊，这生活多好啊，对不对？你每天你基本上你不用去干别的了，你就在小院里，你就对吧？感觉打理别墅非常费劲。如果说是你自己住的话，我觉得就是你有这个时间去打理。就是其实别墅这个东西，你想打理的很好，我觉得你必须得请专业的人。但是如果说你每天都没什么事儿，那你就没事你就在院子里鼓捣呗，你闲着干啥呀？待着干啥呀？这院子里就是你的唯一的家了，对。
其实一线城市啊，包括二线城市的别墅，其实住着都不太方便，因为面积不会那么大啊。你像我现在住的这个三线城市的这个别墅，其实也不太方便，因为我家周围没什么东西。还是像这种，因为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可能周围比较便利，像别墅周围啥都没有，周围全是村子。我那个别墅周围全是村子，然后路特别坑坑坑洼洼的，其实它不太好。我还是想，要不就是你可能院子很大，因为我其实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我每天抖音里边会关注很多卖房子的人。对，我觉得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找到一个特别特别自己觉得那是我家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到现在我都没有说，我买了这么多房子，我换过这么多房子啊，我都没有说哪一个就觉得我这个房子我很喜欢，我就是这个就是我家。我基本上都是会因为没钱，然后我去买一个将就的房子，可能过一段时间再去换，换来换去，其实也没有特别符合自己内心的一个，就说白了还是自己还需要努力嘛，就是挺好的。我觉得自己能有个，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不年轻了，我可能45岁之后，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了。我觉得人到45岁之后，你真的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的时候，那你有一个小院子，对吧？有个小院子，或者说，哎呀，我们那个老家的那个宅基地也不值钱，那个地方要很好的话，在老家做一个民宿之类的也蛮不错的就是宅基地哈。可惜我们宅基地非常非常的不好。大概就是宅基地不好嘛，就是宅基地非常，因为那个老家发展的不是特别好，你就算盖了，你周围也是不方便的，寄个快递都费劲。有的地方的宅基地确实很值钱，比如说，我觉得广东地区的宅基地其实都还不错。我老家东北黑龙江，然后是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我们老家是洼子，就是我们老家叫刘洼子，刘家洼子。洼子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它比别的地方要矮，它这个地方吧，它这个地方它就属于就地势比别人矮，然后它就属于一个洼地，所以这个老家这块地，老家这个地方这个村子啊，它常年积水，所以它叫刘家洼子，所以这个不好，土也不好，然后地势也不好，所以它就可能经常会被淹之类的然后村子发展也不是特别好，也没有排水之类的。所以这个地方，本来我想把这个宅基地就拿到以后，然后我也做那种就是什么老宅翻新呐这种账号，然后我妈妈说不值得，就那个地方就是一点都不值得。我说那好吧，我就没。咱们在广东这边，如果说要有宅基地的话广东地区改造新房子的，我觉得这种视频做一个很好的。所以我很羡慕广东地区的小孩啊，真的蛮不错的，这边真的蛮不错的。你们无论什么时候，你们都可以改造这个房子。但你知道东北，它其实到了11月份左右，你就建不了房子了。
你就可能到明年的5月份你都动不了工，因为它冬天来了。对，我现在就是想有一个自己的，然后不跟任何人掺和的房子，然后哪怕我一个人生活，我都觉得还蛮不错的。对，自己能种种菜之类的。人生真的是一个好奇怪啊！小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是农民不太好，现在可能向往自己种点地了啊。我觉得，比如说我特别爱吃香菜嘛，我就觉得买的香菜都比较麻烦，然后又放不住。你要是有自己的一块小地，你种多少香菜，你不怕它长败，你随时可以吃的那种。心累了，为什么？我今年35岁，我觉得我还可以奋斗10年，可能这10年可能会有，我觉得我人生可能还会，这10年之内，我人生可能会还会有一个小高点，还会有一个小高点，可能过了这个高点之后，我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心气儿了，已经。人向往田园，就是心累了。我没有到心累吧，我会觉得我现在之所以做直播，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我就是缺钱。如果说我不缺钱的话，我也可以像龙二一样，就是呃，可以选择不直播，因为我觉得直播其实是一个消耗自己的一个事情。其实直播，首先你的曝光率增加了以后，大家不会对你感兴趣，然后你也失去了神秘感。你每天其实看也看够了。那我也不想直播，其实说实在的，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你待着干嘛呀？你挣个100块钱，你今天外卖钱出来了。其实我总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就可以来直播啊。无论说你今天准没准备好直播，但你都想来去直播，是这样，就是说白了，自己还是没有到财富自由，所以才来直播。等有一天真的事业心态中，是因为每天开销就是固定的呀。我每天开销，我现在给大家算一笔账，我每天开销大概是，呃，我每天开销大概是在500块钱左右，就是固定开销在500块钱左右。我每天的固定开销是在500块钱左右。如果说你今天不赚这个钱的话，你可能就是就不赚了。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赚的话，可能就是压力就会减轻嘛。贷款，对，贷款，然后生活压力，因为我两套房子，然后嗯，物业呀、物业费呀，然后水电费呀，我们每天吃饭可能就要300块。我就像苏芒一样，就是我们每天这些不够的呀，我们要吃鸡蛋，我们要吃好一点，我们不可以那么将就的。就是我就像苏芒一样，就每天其实我们吃饭其实占了大头啊，可能我们每天吃饭就是保守估计在300块左右，然后对，而每天600块吧，我觉得应该是每天的固定花销是600块。所以我一个月至少我得赚15000吧，500或者600，每个月我必须得赚15000。现在来讲的话，
那你今天如果说你直播你赚了100块，那你就这压力可能就减少一点点，因为我现在已经是，我现在已经就是没有人在为我去守候或者付出了。你现在只能就是告诉自己说，哎，你今天得赚这个钱。我之前可能我之前可能会，可能我不赚这个钱，有人会，就是为我去付出一些东西，但是现在没有人。而且你看，阿宝刀年纪也大了，那你是不是要，是不是要给他做一些事情，对不对？认清现实了，不是认清现实了。有些朋友吧，你们的理解能力就是非常的差。就我之所以现在没有人为我付出了，不是因为我年纪老了，是因为我现在有对象了。就如果说我还是单身的情况下，我可能生活的非常好。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做自媒体的人，你可能你谈恋爱你公布出来，其实对你来讲是非常大的损伤。这么说你们能懂不？为什么有些主播他们就是对吧？不会去公布自己有没有对象这件事情，所以就真的就是，我现在得为那个二把刀去考虑，为他去付出了。那之前我单身的时候，别人都是在为我付出，过去就好了。经济我觉得会好的，肯定会好的，但是，嗯、我觉得跟运势有关系。哪怕有的时候你经济不好，你的运势好的话，其实你生活也会非常好。但如果说一个人的运势不好的话，我觉得你哪怕别人都赚钱，你都不会赚钱。我现在相信运势了，但我觉得就是我改变不了运势，我只能等待运势好。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说人你过得好，其实有很大的一方就是你幸运啊，别人做好多次都不成功，你做一次就成功，这是你的幸运，这不是说努力而来的，就是你幸运，你的运势比较好。但是网上有人说有人说那个可以改运势这种东西，我其实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觉得改运势，那你就是逆天改命嘛。我觉得人其实拥有的东西其实是就是大致上就是那么多，可能你现在有了，你未来就没有，你可能就是在预知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改运势这个东西，对我来讲的话不太 OK，我觉得不太现实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我现在，我前几年我会觉得说我自己。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跟一个好朋友，我跟他认识6、7年了，大概6、7年，然后这6、7年我们没吵过架，就是我跟我一个好朋友，我俩在一起6、7年了，6、7年我俩从来没冲突过，没吵过架，然后一直都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也一直在念叨，我说我说咱俩这么好，连6、7年连一次架都没吵过，我们也会跟别人说我俩都没吵过架。但是在今年的时候，我俩就吵了一架，甚至都不来往了。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我觉得一定会去吵。完你之前不吵，可能你就憋把大的。我觉得就是没事吵一吵，我觉得挺好的，就分散这个运，就是这个固定的那个命数之类的东西，你就我也会觉得，我说一句比较悲观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和平久了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对这个它是要周转的，就是
它在运转，这个东西它是在运转，明白吗？我直播间里不能说太明显，就是我觉得什么东西久了，可能就会有问题了啊。你要是平时就是去分散这个东西，可能就会好很多啊。包括我之前就努力的在工作，然后可能身体就逐渐出问题了。包括小薇也是，你们知道小薇其实得这个是别人的事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跟小薇的关系我可以去说，小薇其实得了癌，她是那个淋巴癌啊，小薇是得了淋巴癌，她其实她为什么会得？因为她很透支自己的生活，就她就是那个，她其实是一个比较就是对，她是熬夜，她其实就是那个梁宇的原型嘛，她是梁宇的一部分原型啊，她是淋巴癌、甲状腺癌还是淋巴癌，忘了，就是反正她就是结演变成的癌，然后就是，当然这个病它不死人嘛，对吧？这个病其实了解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会因为结变成那个癌嘛，但是他这个人他这个病吧，他就是不太会那个损伤到生命之类的，他可能就是你长时间得吃药啊，然后去注意休息啊，然后把它割掉啊之类的。他其实我之前其实就是2年前还是3年前，他说他得这个病了，然后就割掉了，割掉了以后，然后我就去看他嘛，没想到2年后又复发了嘛，他又开始长这个东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这2年之内，他还是非常的熬夜，透支自己的健康。我跟小薇就是我今年是拍戏的时候，在小薇家住了1个月左右吧，半个月或者1个月左右。小薇每天的生活就睡5个小时，4、5个小时。她每天都会被电话吵醒，然后每天都坐在座位上，然后发呆。然后他整个人就胖啊，然后就是工作压力大呀。那你不出问题，谁出问题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就不要这么任性去透支一些东西啊，就是真的是这样。他现在就是就是虽然说是一个就像梁宇一样是一个老板，他是合伙人嘛，但是他每天他把自己忙得要死，因为他没有太多的钱去雇一些比较能力比较高的人，或者说雇很多员工，他很多事儿他都要盯着，他都要自己上的，所以再加上他可能现在做的事情也不是他擅长的东西，他可能压力很大的，压力很大的，所以我就觉得活儿你得活一个适合自己的活法，你不能透支。他可能会赚钱嘛，他这么辛苦的工作，他一定会赚到钱。但你想想，就是他现在赚到的钱，可能拿去治病了啊。就算是现在医疗可能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你的健康透支了呀，那你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值当呢？所以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他现在还在一线城市，他在守候着自己的事业，真的，完全那个。面相变了，变成什么样了？你了解我吗？你平时总看我吗？就像我其实看到小薇，我就决定我不在北京了。我看到小薇这个状态，我觉得我不在北京。
我就觉得小薇现在的生活可能就是我以后的生活，你们能懂不？我现在大学我现在进修的就是电影行业，可能以后也会成立的一个小公司，就像他现在这样，每天把自己忙得要死，电影行业也不景气，然后拍电影基本上还拿不回来钱，就是媒体行业啊，包括就是小薇他们是属于广告嘛，他们经常自己垫钱去拍这种广告，然后拍完了以后人家不给他结款。我们其实拍电影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人家那个投资或者出了什么问题啊，或者包括我们不可能一直拍电影吧，我们可能也会去拍广告，我们可能每天累的也像孙子一样，然后还拿不到钱，谢谢，然后把自己熬的一身病，因为我觉得小薇的个性比我好多了，我比小薇的个性要急，我比小薇更危险啊。小薇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小薇其实性格比我缓和很多了。我是那种就今天他为什么不给我结款，今天我就必须把这个款要回来，我是这种状态。小薇就说今天要不回来，那明天吧，明天不行，后天，后天忘了推进一下这个事儿吧，这钱要不回来了，要不回来算了，就那种。小薇已经是这种性格了，那你说我这种性格，我就说今天为什么要不回来钱？给他打电话，不接电话继续打，那我就去守着他。我是这种性格，所以我觉得小薇现在能做的东西，我做不了。小薇现在做的东西就是我以后要去做的东西，所以我不去做了。我现在就改变方向，我觉得我要命，因为我心态没有小薇好，我是这么觉得。小薇现在我会有点觉得他在图什么，会有点心疼他，然后也说不了他，因为人各有命嘛，我又不是她男朋友，我只是他一个朋友。但其实你这么多年跟小薇相处下来，我觉得他情商确实是低，但这个人确实挺好的，就是挺让人心疼的，因为小薇是一个靠自己的人，特别有正事儿的人啊，他是一个比较努力型的，但你不能剥夺人家继续努力的一个状态啊。他现在你管不了他管不了他，你怎么去说呢？你们能懂不？对，我说在我这种心态，我要是得什么甲状腺癌呀、或者说就是什么淋巴癌什么什么这个癌那个癌的话，我可能我整个人就废了。我的心态会比较的，会比较悲观，然后会比较急躁，嗯，我可能整个人就不行了。我蛮心疼他的，但是我管不了他。你管人干嘛？你是能给人家，你不让人工作了，你是能给人钱吗？而且在北京，我觉得北京挣钱攒不下来。小薇现在一个月，我听她说，她现在一个月要花3万块钱。小薇现在每个月生活要花3万块钱，在北京啊，你们想想，就是她一个月她能赚多少钱的利润呢？就是她现在很多钱她又不给她结，对，所以小薇是一个非常让人啊，她得花3、4万。我给你们算一笔账吧，小薇现在的房费就6000，然后还会有一些社保的钱7000，北京的社保好像2000呢，7、8千7、8千7000，咱们就算7000，他吃饭得6000，13000了吧？13000，再加上他是一个比较爱穿的人，你别看他穿的不好啊，
呃，他其实买东西特别狠，他买一个墨镜3000啊，我现在我现在150的墨镜我都舍不得，他3000的墨镜，然后买衣服都买那种就是那种类似于那种就是二线奢侈品加潮牌的那种，可能一件衣服可能就，那北京的衣服多贵啊，一件衣服可能2、3千、3、4千，然后他在冲冲游戏之类的，我觉得他一个月3万，然后再加上他有一些应酬，呃，差不多，他一个月他自己说他要3、4万呢，啊，不睡了，不睡了。修仙啊，感觉你就没睡着，我不睡了2小时吗？感觉。你睡着了？啊。空调把我吹醒。这小背景整的挺好。必须的。所以，哎呀，你就说人，我为什么不在北京？你说北京有啥好的？北京我们租那个破房子，你们看我那个房子，一个月要6600。我北京那个破房子啊，就是不有人吐槽吗？说那个跟那个二把刀跟那个百里屠夫在一起，在北京住那个连电梯都没有房子，那破房子6600，而且6600是半年付才6600。正常你租那个房子是要6800、7000块钱住30多平的房子，然后生活又特一塌糊涂，那周围生活不便利，环境非常的差，然后气候又冷，然后在那个城市你又不能开车，每天要挤公交地铁，然后就是吃的也非常难吃。固定开销，你在北京我就觉得啥呀？挺好吃的，是不是？你说我们在惠州的话，租一个，你在北京30多平6600，你在惠州的话，100平1500。那我为什么不住100平呢？在惠州你可以就是有车，你可以就是没事开车，你哪怕住郊区，你开车方便，对吧？我为什么要去住那个30多平的那破房子？而且你在北京你根本攒不下来钱。深圳消费非常贵啊，我没在深圳。深圳消费贵吗？深圳，我在深圳的话，我觉得，你在深圳你可以开车呀，你在北京你是开不了车的呀。亦庄一居室3500，亦庄那地方我们是上学去了呀，我们学校就不在亦庄了，我们学校就是在那个，我们是北电嘛，我们是在2环、23环、北3环，我们是在北3环。我们学校，因为我们上学的话，我们每天上课非常早，那你就得上8点的课，你不可能挤地铁吧？你在亦庄挤地铁，你得5点出门吗？6点出门吗？所以我们又不是说在北京生活，我们是上学嘛。你上学你就赚不了钱。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压力非常大的点是，本身生活的就不好，在北京生活的非常差，我就觉得每天要挤公交地铁，我就觉得我这几年我白干了，就是我觉得越干越回去了。我努力的想买房买车，但是在北京你啥都没有，
然后在北京的话，在北京是你要上课嘛，上课就是你失去了劳动的能力，你就不能去劳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每天开销是固定的嘛，我们想着说减小自己的压力，所以我们就直播嘛。我跟二把头就在那块直播嘛，结果经常我们直播就影响到第二天上课了，因为直播它是会导致你大脑非常兴奋，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觉的，睡不着觉的话，你可能第二天上课你就上不进去，因为早八的课，你整个人就状态就不对了。后来再加上我们学校的课程也比较奇怪，我就不去了。这我就觉得说我要回广东，我要回我就是让我开心的地方，因为那段时间再加上自己焦虑症、抑郁症、认知障碍、呼吸暂停，一系列的病就上来了。不会挂科吗？我们不是挂科的，我们是进修班，我们是进修班。我那个时候病就来了，我觉得我图什么呀？我来这种，哎，我都快80了，我上这个学干啥呀？就我都这个岁数了，我拼个什么劲儿啊？就是上完这个学，不就是走小薇的路吗？你看小薇现在过得好吗？对吧？我们学完就是小薇，小薇现在做的事儿就是我们以后要做的啊，不喜欢这种啊，我就觉得哦，如果说是小薇，我看到小薇我就觉得说啊，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不是。而且就是我可能比小薇牛逼的点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人脉啊，会社交能力比较强，但我觉得你该面对的事情还是要面对，就蛮蛮，而且电影行业也很差，现在你们不知道现在电影行业就是基本上现在拍的电影基本上没有赚钱的，你们能懂吗？现在拍的电影基本上都是赔钱的，90%是赔钱的。你们去看任何一个电影啊，90%是赔钱，那谁还拍啊？谁拍啊？谁没事把这个钱砸呢？现在也就是说你知道现在谁在拍？就一些刚学电影的小孩对电影有一些憧憬、有一些幻想的人，他们还在拍。但你说电影如果不赚钱的话，我们不能把艺术看得太物质，就是我们不能说你拍电影一定是奔着赚钱去的，但是你这部电影你不赚钱的话，直接影响了你下一部电影，你不可能你人生只拍一个电影吧，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道理？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电影我不赚钱，那我怎么能有钱去拍下一部电影？我必须得奔着赚钱去的呀。如果说你拍了2个电影不赚钱，对不起，你整个的生活，整个人生跌到谷底了，你起不来了啊，你起不来了。比如说现在你们看绿豆，其实绿豆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大家会好评就是上来了，但绿豆是我自己花的钱，我自己花了18万，将近19万我拍的。这部片子基本上我就属于自己砸的钱嘛，但我下一部片子绝对不能自己砸了，我不能人生我花40万去拍2部作品，然后为了证明自己是好的，为了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我必须得我得拉到赞助，我拉到赞助以后，我可以自己赚一点钱，然后下一部片子我可能自己砸钱，我是 OK 的。对吧？因为我上一部片子我挣钱了，所以这部片子我砸自己的钱，我拍点自己想拍的，我觉得这没问题。但你频繁的用自己的钱去砸，你图什么？
你需要向别人证明你是牛逼的吗？你不需要。那回归到生活，现在你投资人都没钱。之前你看我们前几年疫情没有来的时候，前几年投资不断，每部片子都是有人投，你现在谁敢投？谁有闲钱投？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拍的兴致就特别高？为什么会那么高啊？大美那种充电的形式看剧呢？充电啊，你们觉得大美能赚多少钱呢？你们觉得就是充电的话，大美能赚多少钱？有几个人会充电呢？而且充电会不会意味着就是说你的作品是出不来的？就是你们真的想去充电，就比如说我现在专辑啊，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现在专辑我现在专辑是在收费的，但我专辑收费的主要的一个不好的点是能赚一些钱，我现在专辑大概能收回来几万块钱。但是专辑它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因为你这些是收费的嘛，这些东西只能收费的人去听，导致了传播量就不够。也就是为什么这几年大家会觉得说我的作品就是我的那个音乐作品少了，因为很多都收费了，收费的你会淡出大家视线大家可能没听过你的歌，因为它收费了。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你要考虑的。比如说我看大美的剧，你像我这种年纪，我可以为他去充个电，花18块钱，他18块钱还是8块钱忘了。但现在有几个人会花18块钱去看这个东西？我说实在的，我在抖音上看到那种就是那个雷剧什么的，我在抖音上看的那种就是什么那个短剧，我都是搜免费版，没有免费版我结局我也不看，因为我觉得它不值得我花那个钱。比如说我看一个就是特别狗血，我看了一个，然后它只放了一段，或者说半段，或者说30分钟，我就要看网上有没有后边那30分钟，如果有的话我再看一点，但是它结局它一定不会放，它肯定是，对吧？那我就不看了，对吧？也有可能是不好听，好听都是愿意收费，谁知道你好不好听呢？对吧？专辑这个东西谁知道你好不好听呢？我是周杰伦的热粉，我是张惠妹的热粉，就周杰伦和张惠妹的作品一定是好的吧？那他们的新专辑我不会去买，因为我不知道好不好听啊，能明白不？他们的新专辑就是那个数字专辑，他们那个一首歌可能2块钱还是几块钱，我也不会去收听。你知道它好不好听啊？下线热度不够，这个热度不热度没关系，就是我就是没有这个消费习惯的，因为我所有的歌，我现在听周杰伦的歌都是免费的，我哪怕就是再喜欢周杰伦的歌，我也等他免费的时候我再听，这是习惯，明白不？这是习惯，这不是说我不爱他，或者说他热度没这么高。那周杰伦他前一段时间出了歌，我就是知道，但是我不会花钱，我就等于说，他肯定会有免费的时候我再听嘛。而且现在，对吧？这是习惯，不是说什么好不好听。你周杰伦现在的歌肯定是有好听有不好听，对吧？我就等他免费我再听嘛。包括你剧，我是真的说实在的，我就同性恋的剧为什么不赚钱？为什么人家短剧就赚钱？短剧它是可以抖音这个大平台，或者说它有其他的大平台去推，它平台多了，大家就是花的钱就多了，你的受众多了，你自然赚的也多。我们同性恋的这种剧的话，你去收费的话，
首先 B 站是一个小的一个平台，很多人因为我没有 B 站，我就不去看你的剧了，因为我没下 B 站，因为我觉得 B 站它这个平台我不喜欢，我不去看了。就算是有平台的，我能不能就是有一个消费习惯，我为这个作品去买单的一些习惯，他也可能没有，哪怕有，就那么几个人去付款，他能收费个屁呀！我觉得大梅他们做的就是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们拍这个剧他不花钱，但是你知道大梅他们拍一个剧，你起码得给人报销了往返路费吧，你报销他们的那个中午饭吧，这他们也需要花钱。那么多工作人员吃个饭也不便宜啊，他们平时会录综艺节目，你能不给人家花钱吗？对吧？他们也是花钱的，就是靠那个什么打赏收的费，你们可能觉得挺多的哦，其实非常少，非常少。有赞助能有几个赞助啊？我知道他们的赞助就起跑娱乐的那个赞助2-3万的那个2-3万的赞助，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私底下我们都有了解，2-3万的赞助能干啥呀？你们知道拍剧的那个成本是多少？还2-3万，那是个钱了。电影行业就是一般人是碰不了的，太烧钱了，2-3万能，2-3万在我们剧组2-3万只是1天的费用，就是我们拍剧如果说10天的话，可能我们就花20万，啊，就是2-3万，啊，啥也干不了。我说的是拍摄的钱，工作人员的钱，2-3万。现在一个摄影师一天至少得3000块钱，你需要俩摄影师就6000啊，你再需要灯光师，一个灯光师就算1500，我带个小弟500-2000，然后还有什么场记，还有什么现场导演，还有什么那个收音，还有那个就是什么化妆师，还有什么服装统筹、制片人、导演、演员，2-3万够干啥的？绿豆没有芝麻好看，这是你觉得，你可以发表你的言论，但是这只是你觉得。我觉得我现在的作品每一步都在尝试新的东西，你觉得好不好看那是你的品味，这不是我不赞同你的品味啊。拍绿豆有赞助吗？赞助什么呢？就是你们说赞助什么？你觉得怎么拉赞助呢？就是像我们同性恋剧的话，怎么拉赞助？就大家说说你们的观点，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就是拉赞助的那个工作人员，你们想怎么就是我们同性恋剧你想怎么拉呢？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制片人，你去拉赞助，你是我团队的制片人，你说哎，植入广告，好，来植入广告，那植入广告植入什么广告呢？来说说你的观点，这叫吴大维的，你想拉到什么广告呢？你觉得什么广告会花钱，然后去在你的剧里植入呢？来说一下，这是100万广告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咱们就聊一聊嘛。你们觉得就是说，你们可能有一些自己的理解，你们就说一下嘛。赞助服装，好，什么服装呢？饮料，什么饮料呢？我不让大家说了，我不让大家说了，我就给你们一一解答一下。比如说白袜啊，一个卖袜子的，他能赚多少钱呢？就是现在同性恋卖袜子的比较多啊，现在同性恋卖袜子比较多，你们觉得他能花多少钱来赞助呢？他一个卖袜子，他能有多少利润呢？比如说一个卖袜子的一个博主，他是同性恋博主，比如说那个川田嘛，川田他现在就在卖袜子卖内裤，他一个月他能是有2万的利润吗？如果说他要能有2万的利润的话，他会花2万块钱把所有的利润都投在这个剧吗？这个剧如果说真的拿到他的2万赞助，你觉得有多大的用处吗？一个剧制作成本最少估计是20万。可能正常的一个剧，像我们绿豆这个剧，可能是要50万起的。如果我们真的拿到这2万的赞助，能有多大的用处呢？而且就真的这个人有2万的利润，他会拿2万的利润给我们吗？包括刚才有人说什么饮料，你觉得有哪个饮料摊儿他一个月能赚2万块钱，然后会拿2万块钱给你投一下？或者说现在的这个饮料摊儿，他能不能挣到2万块钱？他是不是在赔钱呢？因为我觉得袜子肯定是不会赔钱的，因为袜子你卖多少，它挣多少呢？但饮料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有实体店，它说不定它都亏钱，因为它卖不了那么多钱，它有实体店的店铺的钱、人工的钱。包括刚才有说大的品牌会出柜说，哎，那个我们是耐克，我们投了一个同性恋剧啊，因为我是同性恋，所以我投了这个剧。你觉得哪个耐克、阿迪达斯会投一个同性恋剧呢？对不对？你就像同性恋这些小品牌、小作坊、小的工作室，他们能有钱来投吗？你们觉得？就是现在大家能活下来已经很不错了。你觉得，就是你们现在知道的同性恋品牌有哪个绝对赚钱的？你们告诉我，就是你们觉得现在你看到的同性恋品牌哪一个会赚钱，哪一个能投我们的？你们来说说。黑魂，黑魂不行。社交软件呢？社交软件也没这个钱。现在社交软件都活不下去，你们不知道吗？哪个社交软件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平台收个费都被骂的要死啊！社交软件都活不下去了，你们不知道吗？他们连那个开个 VIP 那个评论都被骂的要死啊！你们就说，你们觉得是哪个品牌愿意投我们的剧，对吧？哪个品牌能有这个？现在哪个品牌真正在盈利，真的在投我们？就是我觉得投我们剧，首先这个品牌它得盈利，哪个品牌绝对是在盈利呢？现在所有的企业都活不下去，能坚持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啊！能坚持下来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我就这么说，同性恋品牌就是卖衣服的啊，卖衣服的可能会赚，但是绝对是个辛苦钱，绝对就是一个月能赚个3000块钱、5000块钱，撑死了。包括卖袜子的。你们但凡你们去问一下，现在我知道品牌有那个川田的那个品牌，有那个Vanson 的那个品牌，然后还有什么那个什么龙二的
龙二的那肯定也不赚钱，因为龙二就半卖不卖的，他能赚啥钱呢？他是半卖不卖的，包括丽丽的那个品牌啊，丽丽的品牌，包括那个之前那个就有一个运动品牌叫啥来着？反正运动品牌，他们其实都不太赚钱了。你看，他们要真赚钱的话，就是，嗯，对，对，就那个品牌叫啥品牌我忘了，就是那个，其实它是属于比较老牌的了，就是它，我觉得这么多年是在盈利的，但是我觉得它也存活这么多年已经非常辛苦了啊，存活这么多年已经它非常非常辛苦了啊。所以你就说哪个品牌赚钱，他们能给我投多少钱？你不太可能，他们自己都活不下去。非常难干，现在各行各业非常难干，你还拉赞助呢，人家会觉得你神经病。我在二把刀这衣服买小了，不好意思退，你可以，你为啥不好意思啊？你买小了你也穿不了，对吧？拍剧纯粹是兴趣吗？我坚持了这么多年，你们觉得是因为什么呀？来，踊跃的发言一下。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拍了这么多剧，你们觉得是什么呀？我拍了5部剧吧，10年拍了5部剧，6部了，10年拍了5、6部剧了。这10年我坚持是为了什么呀？就你们觉得，那我为什么做这个东西呢？说说你的观点。你们觉得就是我10年，因为我从17年开始做的，是17年到26年了，因为什么呀？有钱想拍自己的故事，让更多人发现我，让更多人发现我干嘛呢？让更多人发现我干嘛？不要说为了理想，拍剧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就是热爱，就是热爱。如果说是因为赚钱，让更多人发现我之类的，那我做1部剧就可以了呀。我就找一个对我好的人，然后我就嫁入豪门就好了呀。因为我生活当中有好多金主啊，我就嫁入豪门就好了呀，我还拍它干嘛呢？或许是因为想当明星，想当明星有什么用吗？当明星，就是当明星，你的最终的归属是什么呀？就当明星，你们觉得当明星是有什么用呢？这么多年坚持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热爱啊！就好比你这么多年就是喜欢那个打手枪，因为你也热爱；你喜欢放烟花，就是因为你热爱。你这么多年，你其他东西你都坚持不下来，就这个东西你坚持了好多好多年，因为你热爱。你就是金主，还需要嫁豪门吗？所以啊，有的人说我是为了当明星，当明星那一般当明星不就是想给自己嫁的好，对不对？那我觉得我的生活条件还可以吧，那我也没有必要就是说让自己嫁的好，而且这么多年你们也知道，我找的对象都是穷逼。不好意思，不知道你行吗？不知道你在。这，完了，二把刀又在那块这。
就是因为热爱。那我就很就如果说我不是因为热爱的话，我这个年纪我还报北京电影学院干嘛呀？我道歉，对不起二把刀。这我本来就是穷。这。其实就是因为热爱嘛。但我觉得这么多年，我的热爱，我的坚持被别人误解，就是被别人理解为就是说，他是想红。那想红，我觉得我这么多年也算是，别人一提百里屠夫也算是，大家也算是略有耳闻吧。我觉得也算是某种意义上，对，也算吧。那我这么多年还在坚持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热爱。拍剧把二把刀搞上了，我拍了这么多戏，然后就是我算了一卦，然后我知道我可能在第5部戏的时候，我要认识二把刀，我要把他搞了。我没事我就算命，我就在，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命盘就是我要计算好。拍剧这个事情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包括我又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你们知道我去北京电影学院有多难？我北京电影学院我考了2次我才考上。我有多想去这个学校？那不是热爱是什么？难道是因为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就能嫁得好，就能当明星？那我当明星的话，我也不会学导演。当明星的话，我就直接学那个演技嘛，我就学表演嘛，我干嘛要学导演呢？表演和导演是2个事啊。导演可能更偏向于幕后嘛，更去做那个要往大荧幕去发展。我这个身份我往大荧幕发展，我图什么呢？我一直都不知道，就是说有一些同性恋的一些标签很严重的一些人，他们想往大荧幕上面去走，这可能是个灾难。就是如果说你本身是有同性恋标签的，然后你想往大荧幕去走的话，这其实就是灾难。因为你火了之后，你的曝光率一上来，你之前的所有的事儿，包括你同性恋的身份，你都会被大家知道可以不用拍这样的题材，但你过去的呢？你以为你在直播上说的那些话，包括你在平台上有人录你的那些东西，全因为你火了，你都能消除掉吗？你以为你是同性恋的事没有人知道了吗？你以为你去演个戏，大家看不出你是同性恋，然后不会在屏幕上说你吗？但凡你有这个标签，你去任何的剧组，人家就会查你的底，你知道吧？你们懂不？有同性恋标签的这个事儿，你们想往大荧幕上去走，不可能，除非你做幕后。你们千万别觉得说你有一些我不是说别的，就是说有一些这个通过直播然后去同性恋的那个直播，然后他们想去当歌手，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就我觉得有些人的就是认知可能会有点窄，就包括你现在做一个同性恋的一个主播，你想去中国好声音，你试试。你是一个同性恋，你现在你哪怕你唱再好，你哪怕你去中国好声音，你买了一个名次，你试试，可能会得不偿失。李代沫今年多少？李代沫之前他很红吗？他不红吗？
如果说你是一个，而且李代沫那几年他也没有直播呀，他也没直播过呀，啊，他没有底儿啊。你们以为你们是古力娜扎吗？你们红了之后会有人会那个，就消除你的那个之前做的事儿吗？消除不了。你哪怕就是古力娜扎，不也有人爆出来他之前的事儿？那这些事儿，你像他们那个事儿还好，你同性恋这个事儿，有很多人家庭是没准备出柜的呀。有几个人有这个胆量？你比如说他是个同性恋，他想成名，他在那个直播上他非常的努力，然后后来他有个机会，他可以上电视了。上完电视以后，因为他红了，弹幕上都说他是同性恋，因为现在那个网友多贱呢，啊，他给我发过他那个果照，哎，他聊骚过我，然后他是个同性恋，弹幕上都打同性恋，这是个姐妹吧？同性恋姐妹，他家里人就看这些弹幕，看这些评论，他不经意出柜了。那你想想，这个冲击力对于他来讲啊，这个人生是好还是坏？李代沫现在还混娱乐圈吗？李代沫现在混不了，明白吗？他混不了，出不来。你们可能对这个成名啊、什么明星啊这个东西理解的太浅了。就真的，互联网，你做的所有的事情，互联网都会帮你记下来。特别是我已经做了10年的同性恋剧了，啊，有的人说是我想往大荧幕走，那我做这10年的剧，不是自己搬自己石头砸自己脚，对不对？我要真想往大荧幕走的话，我就不会干10年同性恋剧了。这10年的记忆，这10年的那个网络痕迹，我真的想往大荧幕去走的话，我得花多少钱去消除这个记忆啊？你能消除得掉吗？你能消除得掉吗？你是同性恋会被很多的限制，大部分的限制，80%-90%的限制，能消除掉吗？能消除掉，但是我这消除不掉，太多了，我这个持续的太久了。你比如说叨叨，他要想出道的话，他可以，那对外宣称呗，啊，对外宣称就是他热爱表演，然后他来客串一下呗，啊，能解释的通。你像我这10年了，还往大荧幕走。现在不是说怎么样，观众也会抵制你啊，对吧？观众也会抵制你，比如说，不说那么多了。做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热爱，就是因为电影这个行业其实会让你有一些成就感啊，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支撑我做一些事情，就是我觉得说我做这个事情我是有优势的，我能得到大家认可，啊。
我是有天赋的，我我也一直没有去学过表演，我也没有学过导演，我能把这行坚持下来，我觉得挺了不起的，所以我才做这行。那别的行业我做不了。你比如说我没学过电焊，然后我无师自通，我现在水电焊我都会，然后我现在可以那个就是用电焊去弄一个那个埃菲尔斜塔，对不对？我可以做一个这个那个用水电焊，我去自己独立完成一个大桥啊，那我觉得我也可以去做，对吧？那他他这个东西，他能给你带来一些认同，那我愿意去做啊。异性恋观众就是那么双标，跟这个有啥关系？这个有啥关系？就是你自己会深陷舆论，我觉得谁也阻挡不了你。我觉得同性恋这个身份不会让任何人阻挡你，你自己会受到压力，受到舆论的压力。你想不想出柜这件事情？如果说你没准备好出柜，然后你因为你是有名了，然后你天天被人议论，天天被家里人就是议论，你有没有这个勇气？有几个人说啊，那个我就是为了赚钱，然后别人怎么谈论我无所谓，我黑红也是红。有几个人有这种心态啊？没有。如果说你真的是因为这个就是那个为了，就是什么出道，完了你没准备好出柜，然后你家里人知道你是同性恋了，评论区里都这么说，那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对抗全世界？你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的去面对这些事儿，你没有这个能力，真能赚到这个钱也行。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可怕的事儿，特别是不敢说，就是大家最近关注金子涵了吗？最近关注金子涵了吗？大家可以搜索金子涵的事。金子涵是一个女孩，通过《青春有你》出道的，然后签了乐华，然后她后来退了，就是跟公司解约了，然后把自己的头发剃光了，然后现在精神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他发了一个文章，多次发文章说自己被控制了，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他可能被一些非常有社会地位的人控制了，这些人可能是出于对他的爱但是被控制了。你有没有这个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同性恋也会这样？你可能出道没多久你会被控制了，那个时候你可能只是一个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啊？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你有没有这个这么幸运能躲开这些事儿？我觉得
挺吓人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其实真的很现实。每天控制你的人身自由，然后那些人你根本对抗不了，你根本就对抗不了。所以成名真的是一件好事儿。你是成名了，但可能你都没命，你没有能力去掌握自己人生。什么是真正的就是牛逼的人物呢？就是我有名气，然后我有钱，我能掌控，我是自己是资源，我不用看别人脸色，我在圈子里的人脉非常牛逼，我在各个行业里都非常牛逼。那强大如某威，强大如某兵，他们不也对吧？他们已经非常非常牛逼了，非常非常牛逼了。但是你看，出了事儿，第一个拉你下来，有肯定比有他们牛逼，比他们更牛逼的人啊，那出了问题只能拉你垫背了。所以，哎呀，就是你一旦你走入公共视线、公共视野以后，很多东西由不得你。你表面上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非常牛逼了，但是其实不像你想的那样。我觉得现在我的生活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啊，有爱情，我现在有爱情，有点生活的小条件了，然后又有梦想，我现在还是有梦想，然后有方向，就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说你得有方向。你现在对人生还是积极的，有方向的，我觉得这个太重要。我现在不用看别人脸色，我现在不用去公司里打工，然后看一帮傻逼领导，我不用啊。现在可能就是别人在后面骂我是傻逼导演，反正我听不到我现在听不到。经常有人在背后骂我，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说那骂就骂呗，反正我有的时候也会在背后骂别人，那他们骂我就骂呗，他们也没打我，就是他们不敢打我，这就是我的本事啊。你被讨厌其实也是你的本事啊，因为我一直都会觉得说，我一直都就觉得说，艺术方面的东西，你要相信你自己。就是电影方面的东西，我就说那个拍剧嘛，我不说别的，我就说拍剧嘛。拍剧的时候，我会听从好多人的意见，然后因为我想改变自己啊，我想改变自己，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可能我可能有点自以为是，所以我会想吸取别人的一些经验，然后跟别人多交谈，然后去跟别人学习一些东西
但是现实当中，我的实际的工作下来的一种感受，我觉得电视剧还是就是起码拍我这个短剧，还是要坚信自己，坚信自己的观点，不要被别人左右，因为别人他只是给你提建议，他没有完善的那种解决的流程，明白吗？就比如说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在开拍之前，我找那个我的制作人，我们聊了好多，因为制作人他也是北电的，然后他算是我的师哥，然后因为他接触的全是专业的那些北电的一帮人，那北京电影学院大家也知道，就是中国排名前1、2的一个学府嘛。那我之前我都觉得说我是野路子，那我就要去接受一些学院的东西，或者说正规的东西。我找到正规军了，我非常开心。然后我就跟他们交流，然后认识他们，然后去学习，提升自己。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水土不服，因为他们是演员出身，他们是编剧出身，他们不是导演出身。真正的导演我没接触到，反正他们给我的建议，我会觉得说实行不下去，就是水土不服啊。他们那一套的东西适合他们那一套的人，不适合我这种人。比如说非常简单的例子，制片人跟我说要这么拍，要那么拍，然后要找什么什么人好。如果说是都是学院派的人，他们那套是完善的，然后会比较顺畅的。但我不是学院派，他们说的东西我觉得太墨迹了。就他们之前给我找的一个摄像师，我让他打光，他打不出来。一个北电研究生，你们知道吧？我们之前的摄像师是一个北电就是研究生，北电研究生，他本科就是在北电学的，然后他现在在读研。那正常来讲的话，按照正常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啊，就是研究生肯定非常牛逼啊，对吧？那你本身你北电本科就在这儿，摄像就是本科就在这儿，然后你现在又在读研了，肯定是非常牛逼，跟他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就来了以后，我说他拍第一个镜头，我说不好看，然后他说哪儿不好看？我说显得皮肤不好。他说啊，那这个得做后期啊。因为我之前拍的东西吧，基本上都是前期我们也要注意到皮肤这个问题嘛。我说再一个这个光啊，我也觉得太硬了。他说那我再调一调，然后他调完了以后还那样。我说还是丑，拍的人特别丑，没精神。然后他就给我一种态度，就是说这是你人的问题，这是演员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拍过好多戏了，你知道吧？我们拍过好多戏了，我们基本上知道，就是说一个演员好，就是在镜头上好不好看，跟光有80%、90%的关系，你知道吧？我说咱们再调一调，调了半天调不出来，还是这样，试了各种方式，而且他那种方式我一看就不对。我就犯嘀咕了，我说不行啊，我说这个拍出来，因为同性恋其实很在乎颜值的，你知道吧？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颜值，然后拍出来丑，首先这个演员不开心，观众也不愿意看了。我说这个不行，我说这个不行。
然后那个摄像师生气了，就跟我们那个制片人说，因为他是制片人找来的，就跟制片人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本身你这个东西啊，我也不涉及到打光，因为他是摄像师嘛，本身我也不涉及到打光，我现在给你打光，然后你还净事儿啊。他说这要是在他们剧组的话，起码得两个摄像师，两个灯光师，这些都不归他管的。后来我一猜，好，我明白了。我一听他说这个话，我就明白了。我说他是不是打不出来呀、就是我说他应该不会打吧。然后我就跟制片人说，我说他是不是不会打？他说啊，这个你也要理解，因为他学的是摄像啊，他是摄影师，然后打光吧，在那个其他的剧组里边，这不归摄影师管。我说那就打不出来嘛。我说打不出来，那咱们就想办法嘛。我说要不就给他调一个那个摄像师，不是就给他调一个那个就是有经验的摄像师，要不呢就给他找两个灯光师。如果人灯光师能达到我的标准的话，那咱们就知道怎么处理了嘛。反正后来就闹得非常的不开心。完了，我们剧组里边有一个没学过摄像的，他是自学的，叫林浩哲。我说林浩哲你会不会打？他说导演我会，但是他是摄影指导，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打出来对他不好。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他能打出来，他也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他要打出来吧，对人家那个研究生面子上挂不过去了，他不能打。后来我说我明白了，我直接把那个研究生给开了。我跟摄像师说，我跟那个制片人说，我说这个任务用不了，我说他因为他打不出来，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问题所在，我们不能去将就他，然后导致了进度。然后这个是那个北电的那个研究生，他也非常不开心，他觉得在这边可能没有成就感之类的，他也想走。我说那正好走了，虽然说很难堪，就让他走了。然后我让林浩哲来打，林浩哲完成了50%。后来我说你们这个打就不对。因为我也做了这么多年导演了嘛，我一下我就在那块打。你知道他们就打光特别逗，他们拿硬光去打。硬光是什么意思？拿这个光去照这个人这个脸。正常你们理解的打光是不是也这意思？我拿一个灯去照这个人的脸，然后打出来光，然后这就叫打光。但是他打出的光一定是丑的。因为这个光是特别直特别硬的，然后就导致了你的皮肤也非常差，然后包括这个对比度也非常的高，然后就特别奇怪。正常的同性恋的那个剧为什么就光会好看，打的人非常的漂亮呢？散光啊，反射啊，对，打光板，对，这是非常基础的。但是他们电影行业可能是打硬光或者怎么着啊？你看王家卫他们就是经常会打一半的阴影，然后就是这一半的那个什么就黑了。他们喜欢这种光，所以他们就打这种光，他们不喜欢打那个反射光啊，不可能就给你一个那个遮罩啊，他们就喜欢打这种硬的啊，就喜欢打这种硬的，所以就是真的水土不服。他不是专业，这跟专业也没关系了。我作为导演，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如果说我要用那种光的话，我自己也能打，啊，对吧？你打光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考验的。后来你们知道，就是前几集啊，哪怕林浩哲他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林浩哲他也打不出来。林浩哲前几集他也打不出来，完了我就觉得说，你们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前几集，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前几集张大年形象怎么样？我觉得前几集张大年非常的丑，
前几集的张大年真的丑到爆，我前几集我都不敢多看的那种。我看到那个拍出来的那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啊好丑，我连剪我都不想剪。我说这个怎么把我拍的这么丑啊？我说怎么这么丑？我说哪怕就是我故意那个画成那个农村人，但也不会这么丑，因为他是五官都丑了。啊，我就说怎么这么丑啊？但是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就是这么丑，这，我还没有办法就证明自己不丑。我我作为一个导演，我也不能急眼人家，对吧？后来你知道后来有一个镜头，我记得在评论区里边也是有人在说这个事儿。有一个镜头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我跟那个小薇，我俩在那块儿就是吃饭，然后小薇就是有人勾搭他，然后我说我就要看他手机那一场，那一场我就好看了。我给大家回顾一下啊，就是有一场戏，我俩在那块吃那个豆角焖面，然后他说那个小薇就说这哪儿老了，一点都不老，什么什么豆角什么的。然后那个他这个时候他手机就响了，然后就要看他手机，然后他就那个拿着，他就那个去卧室里了，然后我就跟那个梁宇在那块聊天，就这场戏，我觉得这场戏我非常的好看，为什么呢？因为这场戏光是我打的，就是我就知道这个光他要怎么打，就之前他们打了好多遍，他们打不出来。我说有这么难吗？我说这个真的好丑啊！后来那天我就是因为他们都累了嘛，然后我就在那自己打光，打完了以后觉得真好看，不是我丑，然后我看弹幕上也觉得说，哎，他穿了黑衬衫真好看。其实不是因为黑衬衫的问题，是因为光的问题。我给大家举例说明一下，这是长这样。大家举例说明一下，你们就知道打光的区别。黑衣服显瘦没关系。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就看1、2集啊。跟他在一起，钱就不重要。不是我的分点还没钱，拿下都怎样？没有人抢你会怎么样？你的爱不应该是牺牲。灯光明灯光真是。没啥。他说谁家这么香？原来是我们家做饭这么香。哎，不行。来，你们就看这个镜头。你们看这个镜头啊。有一个影视公司的 HR 的，你帮我介绍一下，看看你们招不招人？我得留在北京。这个光其实就是有问题的。你看他照的人吧，就显得脸就是肿的，然后这个法令纹就会加深。你们看，法令纹会加深，这个其实就是有问题的。而且你看，就是
它这边就显得皮肤不好，因为它光都是打在这个位置了，它这块它就不均匀，所以这边吧就显得脸颊特别红。这个是摄影师打的光。你要说这个光吧，你要说是暗的问题，不是暗的问题，因为你要是暗的问题的话，因为他脸上的高光已经很重了，对吧？他脸上已经就是某一个脸，他已经曝光了啊，显得人特别没精神。你看眼皮都耷拉着啊，你看这就是拍出来就很奇怪。但你们看这场，来，是不是可爱多了？就是又年轻，然后又 QQ 弹可爱，然后又没有法令纹，然后皮肤也好很多，你看发令纹减少了，然后就是脸光滑了，为什么呀？你看它光在这个位置了，它不是在这儿了。你看它整个人水水嫩嫩的，你看就这个就不好看。这场光就是我打的。不是脸瘦了，是因为你的光是散光了，它不是说打到一个地儿了，明白不？你看是不是水水嫩嫩的，然后眼睛又有精神柔和，画面整体的那种感觉，对吧？这有打光的区别，整个的小薇也变好看了，要不然小薇也丑。你再对比一下，这俩人是一个人吗？你看。好奇怪呀、就他们就是不知道，就我觉得这很基础了，这已经。你看这块就非常的丑，唉，再说到这儿，这场戏为什么我俩都好看？因为这是慢反光，看。就这是正常的光，就是同性恋会喜欢的光，它会打到那个脸的均匀的地方，你看它是会均匀的，所以就显得你脸吧，就是会比较的水嫩圆润，然后会皮肤也会凸显得很好。你不用这样，你第一次拍戏那年是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没关系，它就是光用的不对。你看，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光，它就是非常的均匀，它没有就是爆的点。他们之前就是打的光都是什么？就是一个射灯，然后会照在你脸的某一个位置。它不是均匀的散落在你的脸上，它是会
对，均匀，这均匀很重要。这就是打光的。哎呀，我当时我就拍到后边，我不想拍了，我说怎么丑。为什么小茉莉里边我们都好看呢？因为小茉莉是我打的光，就是这小茉莉的光，你们服不服？小茉莉里边你们服不服？小茉莉的光就是我打的，所有的光基本上都是我打的。你瞅瞅，所有人都好看。我们就没有用那种就是大射光，然后就是把自己就是那个脸打的就是非常不均匀。你看，这跟调光没关系啊，这不是我们后期调的，这就是那个光它很均匀。哇，酒吧继续。整个我算了。李总3家酒吧要做连锁。我们甚至都没有那种就是特别明显的那个光源，我们没有，我们都是那种很自然的路边光啊，或者说补的一个小光，小光我们也不会打，就是直挺挺的打在脸上，我们都是会非常均匀的打。就真的不一样，就是我就觉得说，所谓的专业的，就是那个学摄影，或者说他们那种摄影师，其实他们的光跟我们野路子其实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下一部戏一定不会找这些，我一定会找，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经验的人，他能知道我想要什么的。因为这个光，因为这个光，我们延迟了2天的拍摄，起码2天。然后拍戏的过程当中，我就因为他拍的太丑了，我也不想拍，我就觉得说，怎么拍成这样？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化妆没关系，你知道，化妆因为张大年这个角色他是需要有变化的嘛，我们坚持这个变化。但我说怎么把人五官拍的都特别特别奇怪？那为什么11集、12集就整个全好看了？因为11集、12集其实就捋顺了。他们就知道我要什么光了，包括后来都知道我要什么光了。前面那几集，我的妈，灾难！我看着就是我正常他们给我剪前4集左右，我就说这片子废，前4集都巨丑。那个光，因为一开始前4集基本上都是前面拍的，那个光一直都没找对。我说这个光真丑啊！还好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第1集的时候，第1集、第2集的时候是在徽州谷拍的，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我想要什么光了可能把那边的镜头挪到第1集、第2集，要不然按照原本的剧本的话，我觉得前2集我都不想播，太丑，怎么能丑成这样？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我今天胖了，明天瘦了？因为光的问题，这真的很大的问题。嗯。妈，芝麻二的时候咋那么瘦？你走我老婆，你走老婆带着娘家妈，人。小薇也好瘦。结果小老虎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他们只能逮着那个李总使劲揍啊。那时候好看是吧？本来我也不在乎好不好看，好不好看能咋的呀？那当时跟我回家也是找的专业的人拍的，那拍的也巨丑，打的那光啊，老吓人。有，但芝麻二的时候，小薇是真好看。是啊，我就不是啊。你就喜欢给别人花钱，不喜欢别人给你留钱，怎么那么贱呢你？啊，他那个时候腿也好细啊。怎么了？小薇腿天生粗。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腿就是没现在这么夸张。给我铺吧，还省钱，好不好？你说，什么问题？
全大哥来了，全大哥今天刷个什么礼物呢？我们吃点什么呢？全大哥今天想吃个日料，人均200。因为现在惠州的那个消费也降级了，200就能吃omakase一位。哎呀，谢谢开心每一天的礼物。你的姿态，完了没人了，等会儿下播呢。下播了。你的姿态，你的青睐，存在在你的存在。谢谢全的大哥，这个就够了，够了。老婆，咱们今天去广西吧？今天去啊？去不去？走吗？反正你现在说演啊，一说出去就开心。出去呗。哎，我们今天要健身去，健不了。那你去呗。我这要长健身吗？啊？长健身吗？要去广西吗？那你现在去就好了。啥时候去广西？晚上，等你健身完。哎，那正好，正好晚上业务赶业务。哎，那我可以去附近的健身房。开了吗？附近有什么健身房？有个很大的什么16小时健身房。你去呗。你抠完脚又放屁了是吧？我抠脚了刚才。没有啊。我抠脚了吗？还直播呢。唉，我有点困。今天出去的话，我这种的菜有点拿不过来了，要不然这两天说有台风。咱们去几天呀？去几天就拿过来。
至少得2天吧。我今天看龙二直播，然后竟然有评论区里边说我，莫名其妙的说二把刀没有你长得好看，像神经病啊！他们让我跟连线，我也不敢跟连线。龙二在直播间夸你呢，他说你就是线下特别幽默，特别好。我俩都互相夸呀，不像我跟另外一个演员就互相骂。谁呀？谁呀？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咋的？你那个演技不好的吗？演技不好的现在也没有互相骂了。哦，以前也没有互相骂。我找一下看一下那个健身房在哪。午后阳光偶遇，记得我吗？不记得。哪位啊？找谁？这名字好俗气啊！是这个吧？哦，就是这个，这个是，看啥呀？大铁管。要去赶紧去。我看一下离这远。老师，我送的挂历。那不记得，老师不记仇。这个走路去有点远，但是开车去又很近。900多米。开车呀，这点开屁车。那我咋去啊？打车去了。现在不开车都不想走路了是吧？你走路1公里嘛，就打车去呗。我走20分钟。20小时，12小时。我想去这个，它这个5公里。愿意去哪儿去哪儿。算了，那就去这个吧，900多米，这看着也挺好的。骑个共享，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共享。对，这没有共享车，但是呢，还要买个电瓶车呢。可以买。不要买。这看真挺好的，器械挺多。我可以穿背心去健身吗？你有对象了，你知道不？赵一田，你结婚了，你知道不？这个月卡比那个健身房便宜，但是那个不是24小时的。手机进去。到现在都没发现，他早就发现了。对着我拍啥呀？下播这东西。叨叨穿黑色显结实，他平时也挺结实的，只是我不让他穿这么少而已。那今天对我拍的。难怪不抠脚了。
我刚才抠脚了吗？你在干啥呀？我不记得了，没无意识。还用脚比了个心，给拳头补了个心，比了个心，拳头都想上去吃一口，他想把这个心吃掉。医生，这个好恶心啊！拳头你看着，哎呀，他其实感觉就是我感觉拳头应该是女王兽、女王风那种。女王兽的是女王风啊，就是那种，他是0S 感觉。下播吧。开始了造谣了，我造什么谣？图图爱讲实话，我爱讲真话。嘟嘟嘟嘟嘟嘟嘟。咱们现在吃饭去吗？不饿。那我也吃个东西要去健身。嘟嘟嘟嘟嘟。玩过洛克王国吗？赌博没玩过。哒哒哒哒哒。就有人截图就得造你谣了。造什么谣？二把刀被包养的那些日子。为啥说我被包养？也差不多吧，感觉。你这个状态就是被包养的状态啊，然后金丝雀儿。那我在家我不这样，我咋？我这已经算穿了衣服了。平时连衣服都不能穿是吧？对呀、你看我衣服都不穿。吃香喝辣的是。大家都转发一下啊！把那个威士忌给我打开，我要拿那个高脚杯。那些说我坏话的，我都截图保存了。之前我记得是在我直播间活跃的，然后跑那个我二直播间讲我坏话。他们就有人说那个龙二为什么不拍戏了？龙二说没机会，机会都去哪儿了呢？这被剥夺了是吗？被谁抢了是吗？被谁抢了呀？真的是，这是被谁抢的？害得我连 CP 都没得磕了。所以就是你就说观众恨我，就这些网友恨我，其实是有原因的。为啥？
真理。要不就是龙二，要不就是二把刀的，都是他们的男神。就我没拍出来吧，哎，就是都好说。我要一拍出来，气的都不行了。没拍出来，没拍出来。我知道你们恨我，确实也招人恨。恨你。德不配位，这。那怎么办呢？大腿好，猪状还专门练腿。我练的少，我不练，我相对来说腿比较细。我感觉比那个眼绿豆有时候还好看呢，在我们直播间。什么？好像比眼绿豆的时候还好看。人是需要养的。你现在吃香喝辣的，身上都是香香的。是啥香味啊？炒菜的香味吗？你现在一出门就是蝴蝶都为你倾倒。看看绿豆有什么新的评论。行了，下播了，这回真下播了，拜拜吧。下播。3%的天。